现在呢，我要前往位于新山的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OK， 我们要到了，说它是靠近这个天天来茶餐室这边的。就是这边啦，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那其实呢，这个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是非常靠近 KSL 的，看到吗 ？KSL 就在对面，然后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呢就在这一边。更明确一点的话，就是在 Crystal Cow Hotel 的对面啊，是这边。那么重点来了，那今天为什么我会在这边呢？那其实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月题族，尤其是如果你是每天都来回新加坡、马来西亚做工的人啊，在前往新加坡做工途中发生意外的新闻，其实真的是屡见不鲜，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啦，你就会听到或者是看到这样子的新闻。那其实呢，当我们这种在新加坡做工的人啦，前往新加坡做工的途中发生意外当儿，有时候我们是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最近我就发现到这个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哦，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专门在新加坡做工的人而设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来这边来看一看，它到底能够带给我们这些所谓的马劳有什么福利啦。现在我们就进去找里面的负责人。这边呢，就是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的考的，然后季嫂也是第一次来。我们现在在等那个负责人。我看到这边有一些阿迪哥。这一个是，我觉得它就是真的是专门为了马劳而设的一个 entity 来的。Non-profit offer hand to Malaysian hurt in accident while working in Singapore。所以呢，这个地方哦，都是所有的捐款者在那边有的一个记录。任何人在那边做了捐款 ，SASC 就会放一个牌子给他们这样子啦。然后据了解呢，收到的捐款哦，都会成为一个经济的拨款。就是如果有任何人来那边寻求帮助的时候 ，SASC 呢就会把这些收到的款项可能做成一个经济的援助给来这边寻求帮助的人啦。OK，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很荣幸的可以有 Miss Jenny 在我们的荧幕前面。Miss Jenny 要不要跟我的观众打下招呼？好的，谢谢你Zack，欢迎你来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金山的。希望通过这一个采访，会更加多的人知道了解我们的这个援助中心啦。这边我想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在这边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无薪水的，包括我没有拿薪水的，就是义工的身份。这样子，我想了解的是这个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的宗旨是什么？目标是很明确的，我们是为全马的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生活跟做工，我们都会提供一些资源或者服务。就是如果他们在新加坡有需要到帮助，比如说可能是赔偿方面啊、人权啊、medical。它是专门 for 就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呢，还是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全部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就对了啦。如果是外国人，好像中国外国人没有，这个我们都很明确的。我们统计大概有900千的人在新加坡工作跟生活，大概300-400千以内，每一个人都会来回。因为其实每天来回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人啊，是真的很多的。你们都可以时常在新闻里面看得到的。有很多时候都会有发生意外啊，尤其是在新楼场地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是想要来这边了解一下这个援助中心到底可以为我们马劳带给我们有什么福利啦？我们的服务呢，就是第一是医疗，比如说 accident， 他们第一时间就是要需要到医疗的援助。如果他们 accident 的话，他们是直接打给你们还是？我们的那个目标就是要这样子。如果他的 accident 在新加坡的话，打来我们的援助中心，从那边我们才可以 consult 他，给他一点指导。even 都是当下，好像如果他说了，如果 anyone 发生意外的话，在新楼场地就直接打进来这个电话就 OK 吗？是。都是可以打电话来进来我们这边，或者他们到医院的时候，因为通常马来西亚人遇到 accident 的话，他们第一时间他们都想回来，他们都会 call ambulance，因为新加坡的 civil departments 都会出 ambulance 险的，所以当他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就是看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是能够先打来给我们的话是最好的，那我们从那一边我们就开始可以辅导他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了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接下
下来的东西。只是在好像for example， 就是在场地上如果发生意外，还是如果我在新加坡里面发生意外，在新加坡里面发生意外，对对，在新加坡里面发生意外 ，OK 包括工作。第二呢，我们就是有那个经济的援助，下来我们就是有法律，比如说你 accident 了，谁撞你，谁的错啊？谁的错，还是 hit and run， 就是撞了的跑，都有这种情况，因为太堵了，每一个早上那个摩托，这些法律援助我们都会有。经济上的援助可能会有包括一些类似怎么样的 example 呢？可能可以跟观众 share 一下。我们的经济上的 assistance 就是他 accident 过后，这短期内他不能做工，那我们这一边会做一个 assessment， 我们都可以通过 committee 的 approval 给他们一个 donation， 给他度过那个难关啊。我觉得这个如果对一些真的是非常有需要人哦，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是，还有我们都会有给辅导过后的辅导，重新站起来这样子的情况下啦。因为其实发生意外的时候，心理上不要讲肉体上肉体上的伤害是一定会有的，而且是看意外的大小。然后其实在心理上的创伤也是很需要一个 assistance。是，我们都会有辅导官会跟他的 case 看一下他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只要打进来，然后就可以有这些服务啦。对。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有讲到意外嘛，意外是不管什么意外呢，还是要比较严重的意外？不管什么意外，大小的意外，先打过来给我们，然后从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我们都会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不管大小的，只要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生活做工，遇到 accident 或者工作上的人权这一些东西，都可以打进来跟我们聊一下。那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或者一些 example？有的。其实我们最近的案例的话，就是这一个马来人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刚我在外面有拍到的。是，这个马来人他在新加坡做工，那他发生意外挺严重的，当时发生意外，这个就是他的照片。这个是在新加坡的他发生意外，当时那个屋主就给他签一些文件，就是 write off 他的权利。他是在新加坡做工中发生意外。对，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了解自己的权利，身为一个 employees 的权利，那他就把他这个东西 write off。过后他回来马来西亚医疗一阵子，通过朋友的介绍来到我们的中心 ，OK， 然后我们从他那边了解到他的案例，那我们的律师就给他一些 legal advice， 这样子。在 legal 方面那边，在 pending 这个 case 的时候，我们援助中心就给他 financial assistance，给他度过这个漫长的2年吧。就是跟援助中心里面的 legal advice 对期间，对，然后你们也顺便拨款了给他。是的，我们就拨款给他。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有什么意外发生不管你是在前往新加坡工作途中，或者是你在新加坡生活的马来西亚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去让我们多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权益还有让我们知道发生了这样子的意外需要做一些什么。所以其实我在新加坡生活那么久我也是没有听过，直到现在最近我发现到这个中心，就想说来跟大家 share 一下，看一下这边到底可以带给大家什么东西。那么今天非常感谢 Miss Jenny， 谢谢你在。谢谢你的采访，也谢谢你的到来。很多的案例都是通过我们的 SHG 这个管道去处理的。OK， 对。所以呢，新加坡医药援助中心真的是有成功的帮了很多个人呢。看，好，现在呢已经访问结束了，然后等一下吃了午餐过后呢，我们会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去到一位曾经受过这个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帮助的人的家里，他的名字叫 Miss Chu。然后刚才据了解呢，这位 Miss Chu 也是有经过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也是因为意外。For 他的 case 呢，他本身好像是有先天性的小儿麻痹，然后也因为这个意外，也导致了他有一些自杀倾向以及忧郁症。再具体一点的话，我这边就不多说了。最重要的是，等一下去那边呢，我想了解的是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到底帮了他什么东西。所以呢，现在先去吃午餐。我们就当着来聊天就好了。好，没问题。好，
所以呢，今天很荣幸的就可以访问 Miss Chu 还有她的妈妈，妈妈叫 Madam Kong 对吗？Madam Kong 哦，Miss Chu 你之前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嘛？对。你是做什么工啊？之前？Admin 2000年。2000年的时候啦。2000年，哦，然后你是每年来回吗？没有，我住新加坡。你住新加坡啊？第一份是2000到2007。哇，很长呀哦。做7年哎。7年，对。然后那时候你记得是在什么年份啊发生意外的吗？2016。2016啊。2016。然后你记得那个意外是怎么样发生的吗？我是早上我出去做工了，然后我一出门我就给车撞了，因为我问那个司机嘛，为什么会看到我会撞到我？他家那种车是高升的，比较高的那种车啦。他推的时候他没有看到我在后面。那时候你也是拿着拐杖还是？说司机是跟你讲他没有看到后面啦。我9点半这样被送去医院，我差不多11点半我才醒了。哇，这样子这次意外啦，对你有多大的影响？我撞到头对吗？有很多东西我都讲不起啊，不记得啊。但之前你是没有需要靠这个拐杖的是吗？对，这个是第2场意外。哦，第2场意外啊。对，2018要新年了呢，刚刚还有5天要新年了。我讲你要回就回来，哪里知道一下子讲他在5楼坠楼啊，吓到我哈，这个还有得救啊，讲完了。那个是第2场第2场事件啊。这样我问他为什么你这样高，你跳下来做什么啊？又不可以死吧，5楼跳下来，他这样跟我讲。你为什么这样傻？又没有讲什么，一直在那边哭啦。我也没有办法啦。这样子是在什么情况下找到这个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呢？是一个朋友介绍。朋友介绍啦，他介绍你去新加坡意外中心是为了他有请那个律师。新加坡律师他找朋友介绍的。间中是有在打这官司是吗？那时候的那个官司是打什么的啊？司机跟他的啦 ，OK， 这样子 ，Miss Chu 之前你的第1场官司啊，还没有接触到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的时候，他们跟你讲的啦，索赔啊，这场官司可以给到你多少？他没有讲，没有，就还没有到50千嘛。还没有到50千的意思就是之前他有跟你讲是多少的是吗？还没有讲哦，没有讲啊，就是你加起来差不多是50多千啊，然后就你的朋友找到 SAFC，然后你们就接触到他们啊。是啊，是咯。然后你们接触好他们过后的那个索赔啦，拿回来是会拿更多吗？还是怎么样？一共是95千呐。所以就是讲第一个 case 他们原本是加起来啦是50多 K 的，但是他们找了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过后，所得到理赔是差不多有90多千这样多。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Miss Chu 还有 Madam Kong 他们愿意在这边跟你们分享啦。这样子那个律师费那些全部完全免费吗？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他们有跟你收律师费之类的吗？没有，他是义务跟我们打官司，也是义务帮你们的啦。这样子 Miss Chu 啊，我可以好奇问一下吗？你们在接触到这个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过后就是你的那个 case 之前是讲掉在那边半天掉嘛，然后接触到这个意外中心过后，关掉这个 case 就是帮你拿回到90多千啊，那个时间多久？差不多几号接触他的 ？OK， 那个时间点再回来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有协助他们的一个员工在这边啦，跟他们会比较清楚那个时间点。12月31号，他们就把所有的 document 都给你，准备好了。OK。然后1月4号说要见律师。1月4号就见律师。OK， 1月4号就见律师。挺快有结了。哇。这样很快一下好了，算很快，好彩了。Miss Chu 要不要跟观众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这边里面啦有很多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他们都是在新加坡工作马来西亚人的。你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讲一下吗？就是关于意外援助中心的。就是说那个新加坡援助中心可以帮到我，这个索赔我很感谢。所以呢，我呼吁你们呢，有事情可以接触这个新加坡意外中心。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可以养活我自己，因为我这样久没有工作了，正所谓手停口停也是。对，希望善心人士，如果你们有兴趣聘请的话，可以考虑聘请我。
OK， 所以如果我不懂啊，就是观众里面，如果你们有谁是老板级的人物啊，你们愿意聘请像这样子有发生过意外员工的话，你们可以联系我 ，OK， 或者是直接联系意外中心 ，OK， 因为其实这样子的案例哦，只是其中一个案例而已啦，还有很多不一样案例的，只是现在他们愿意站出来跟你们分享，就是因为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他们真的有帮到他们，就可以让你们知道一下咯。好，老实讲。OK， 啊，所以很谢谢很 Madam 谢 Kong， 谢你们，还有很谢谢 Miss Chu， 谢谢你们，好，你们也有热心帮我们啊。好 ，OK， 这样 Miss Chu 跟 Madam Kong， 你建议跟我还有我们的负责人拍一张照片嘛？我们就站在你旁边这样子啦。好，请不要紧，哎呀。OK， 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回到家里了。那么其实刚刚在访问 Miss Chu 的过程当中呢，我的心是有些许动容的，因为讲真的，曾经都是同样的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但是大家的遭遇就有所不同。你可以想一下吗？他遇到意外过后呢，心里所要承担的那些压力哦，真的是对我来讲有点无法想象啊。而且刚才 Miss Jenny 也是有跟我 share， 在采访 Miss Jenny 的过程中，她这样子的案例哦，只是单一案例而已。其实还有很多案例，只是无法一时间在这边让你们知道。可能我会 list 到几个案例，好像刚刚的 Azmi 的 case 啊。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 detail， 你们可以点击那个 link 啦，我会把那 article 呢都放在影片底下描述栏，可以点击去看一看。最后呢，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马来西亚人，或者你身边有谁是在新加坡工作马来西亚人需要帮助的话，你们都可以去到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的官网去点击查看更多详情，要不然就亲自下到在新山的办事处，或者你可以打这个号码，要不然就通过电邮。但是其实下到那个办事处或者是打电话会更快啦。好啦，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你们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觉得这支影片有用，可以帮助到你身边的人的话，就分享出去。那么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Hello， 大家好，我是胡秀慧，我是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的宣传大使。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你一定要了解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能够给你们怎么样的帮助。在新加坡工作的你，肯定知道在外打拼不容易，更别说如果你真的不幸的在异地发生意外，当你碰上车祸事故或工伤意外，毫无头绪该怎么解决时，请别担心，只要拨通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的热线，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你讨回你应有的赔偿。在新加坡打拼的大马人，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